美元在全球储备里的占比刚刚跌到了 56.92%， 这是过去31年的最低点。而就在同一个季度，全球央行又一口气买进了244吨黄金。这两个数字摆在一起，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去美元化到底走到哪一步了？美元从巅峰掉下来了多少？谁在悄悄囤金？谁又在按兵不动？为什么波兰这个国家单季度买的比中国还多？普通人看到这些数据，该做什么，又不该做什么？今天这期我会一层一层把这盘棋讲清楚。大家好，我是浩投资。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黄金现价4678美元，今天下跌 1.22%。短期看，美国4月 CPI 升到 3.8%， 超过预期，加上霍尔木兹危机进入第11周，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反而压制了金价的短期表现。但是请记住，今天我们不聊一天的涨跌，今天我们聊的是一个更大的故事，一个已经悄悄走了20多年，但很多人到现在还没看明白的故事，那就是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正在一寸一寸的被撼动，而黄金是这场变化里最沉默也最诚实的那个证据。我们先看一个数字，在2001年，美元在全球各国央行的外汇储备里占比是 72%， 那是美元的巅峰时刻。然后呢，这个数字开始一点一点往下走，到2020年跌破 60%， 到去年 58%， 到今年第三季度的 IMF 最新数据跌到了 56.92%。 从巅峰到现在20多年时间，美元的储备占比下降了超过15个百分点，这是199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说，跌了15个百分点，听起来好像也没那么夸张。但是你要知道，全球外汇储备的总盘子是12万亿美元级别的，每下降1个百分点，就是1000多亿美元的资金从美元资产里挪出去，挪到别的地方。这不是某个交易员的判断，这是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央行几十年用真金白银投出来的票。你需要知道的是，美元的地位不是崩塌式下跌，而是缓慢、结构性、不可逆的稀释。它不会一夜消失，但每过1年，它的分量就轻一点点。你可以做的是自己去查一手数据，不要听别人转述。打开 IMF 官网，搜索 COFR 数据库，这是全球唯一公开的官方储备货币构成数据，每个季度更新一次，记住这个名字 COFR。 这是判断去美元化进展最权威的一把尺子。但是光看美元下跌还不够，真正的故事是钱从美元里出来了，那它去哪儿了？如果你也想看懂这种结构性的大趋势，而不是被每天的涨跌牵着走，那就点个订阅。我每天会用最简单的话把央行购金、去美元化、地缘政治这些大棋盘讲给你听。订阅是免费的，但是它会帮你省下很多被市场情绪牵着鼻子走的时间。我们来看看钱去哪了。世界黄金协会刚刚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全球央行在这一个季度里净买入了244吨黄金，同比增长 3%， 超过了过去5年的平均水平。更夸张的是，这244吨按当时金价折算，价值370亿美元，是有史以来单季度购金金额最高的一次。370亿美元，什么概念？这个数字相当于冰岛一整年的 GDP， 是全部用来买黄金，而这只是一个季度3个月而已。那么是谁在买？排在第一的是波兰。波兰国家银行第一季度增持了31吨，总持仓达到582吨，并且已经批准把目标提高到700吨。第二个是乌兹别克斯坦，单季度增持25吨，他们的黄金占外汇储备比例已经高到 87%。第三个才是中国，中国人民银行第一季度增持7吨，总量来到2313吨，这是连续第17个月增持。中国的黄金目前占外汇储备 9%， 把视野再放大， BRSS 加国家，也就是金砖加上扩容的成员，他们持有的黄金已经占到全球央行黄金总持仓的 17.4%， 而在2019年这个数字只有 11.2%，6年时间提升了 6.2个百分点，
BRSS 加在一起实金已经超过6000吨，这是真正的物理黄金，不是纸面合约。世界黄金协会预测2026年全年央行购金总量会落在700到900吨这个区间，接近2025年全年的863吨。这已经是连续第3年全球央行购金超过1000吨级别的运行节奏。但这里有2种声音，我必须都讲给你听。乐观派会说，这就是去美元化在加速，黄金正在重新被货币化，未来10年金价的中枢会一直被这股结构性买盘抬起来。谨慎派会说，等等， 56.92% 仍然是绝对主导地位，欧元只有 20%， 人民币在全球储备里只有 2% 几，没有任何一种货币可以单独取代美元。所谓去美元化，更像是去一部分美元化，而不是真正的颠覆。你需要知道的是，这2种声音都对一部分。去美元化的方向是确定的，但速度是缓慢的。央行购金不是压住崩盘，而是分散风险。你可以做的是盯住3个指标： IMF 的 COFER 季度数据看储备结构，世界黄金协会的 Gold Demand Trends 季度报告看央行行为，再看 BRICS 峰会的政策声明。3个指标的变化方向一致就是真信号，任何一个单独的月度数据都不足以下结论。但真正最容易被忽略的不是央行买了多少，而是这件事跟你这个普通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很多人看到这种数据，第一反应是，那我是不是要立刻冲进去买黄金？我必须很直接的说，不是这个逻辑。央行买黄金和你买黄金目的完全不一样。央行买黄金是为了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分散他们的国家储备风险。他们买的是几十年的安全感，他们不在乎黄金这个月涨100块还是跌100块。但是个人投资者往往是看到金价涨了才去追，看到跌了就慌张，这就是最大的认知错位。大多数人没注意到的是这样一件事，去美元化不是一个事件，是一个过程。它已经走了20多年，可能还要再走20年。在这个过程里，重要的不是黄金会不会涨到1万美元，重要的是你的资产结构有没有为这个长达几十年的趋势做最基本的准备。举一个反直觉的对比，如果你2001年在美元巅峰那一年把家里资产的 5% 配置成黄金，到今天这 5% 带来的回报可能已经覆盖了过去20年通胀对你储蓄的全部侵蚀。但是如果你2024年金价高位才冲进去，全仓压住，那么短期任何一次回调都可能让你失眠。你需要知道的是，央行的买入告诉我们的不是现在该买，而是长期不该，一点都不持有。你可以做的是，第一，先搞清楚你自己的资产里黄金、白银、美元资产、本国货币现金各占多少。第二，再去想这个比例在未来10年的世界里合不合理。这2步比追任何一根 K 线都重要。给你一个行动清单。第一，今天就花10分钟打开 IMF 官网，搜索 COFER 数据库，亲眼看一遍美元储备占比这条曲线的走势。第二，去 Gold.ru.org 查阅世界黄金协会的 Gold Demand Trends 季度报告，这是了解全球央行真实行为的最权威窗口。第三，做一份自己的资产清单，把你目前持有的现金、存款、股票、房产、贵金属的大致比例写下来，看一眼这个结构是适合一个去美元化时代的，还是停留在20年前的思维。如果今天这期内容让你对去美元化这件事多看清了一点点，请帮我点一个赞，再顺手点个订阅。我每天都会用最直白的话把这种宏观大棋盘讲给你听，你的每一个点赞都会帮这条频道走到更多需要它的人面前。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到2030年美元在全球储备里的占比会跌破 50% 吗？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答案和理由，我会一条一条看。本视频内容仅供信息分享和学习交流，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决策请谨慎，请根据自身情况并咨询专业人士。